和男友戀愛長跑的第7年，他終於向我求婚了。他拿着易拉罐拉環套在我的手上，說着錚錚誓言：裊裊，我現在沒錢，婚禮減半，婚紗只能租200塊錢的，但你放心，我以後一定會給你更好的。我信以為真，被他的一番誓言感動得一塌糊塗。隔天，我卻看到他在婚紗店裡挑着上萬塊錢的婚紗送給女閨蜜。大家好，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手裡攥着給男友送的熱湯保溫盒，險些沒拿穩。我看着玻璃之內的男友挽着他女閨蜜的肩，在婚紗店裡付款。男友闊氣地拿出一張銀行卡，甩在收銀台上，刷我的卡，只要嫣嫣喜歡。上萬的婚紗又算得了什麼？那張銀行卡是那天他在出租屋裡拿着易拉罐拉環向我求婚時說，是我的籌備婚禮的錢。他說婚紗就穿一次，租200塊錢的就好了。當時我還感動得眼含熱淚，心疼他上班不容易。可轉眼他就挽着另一個女人，刷着上萬的婚紗。我指尖掐着掌心肉，鼓起勇氣走進婚紗店，在他面前準備質問時，話到嘴邊卻像有什麼噎在喉嚨裡，怎麼也說不出來。男友看到我的時，眼底迅速泛起了一絲驚慌失措，挽着女閨蜜的手也順勢放了下來。裊裊，你怎麼過來了？我沒有回答，看着他手裡提着的精緻包裝的婚紗，一陣惡寒。明明前天他還對我說婚紗不值錢，200塊錢的就夠了。他指了指手裡的婚紗，裝作若無其事地說：這個呀，是我送給宋嫣的新婚禮物，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剛好跟我們的婚期撞上了嘛。說着，他就把手裡的婚紗塞到女閨蜜手中。宋嫣微微揚起脖子，大方直視我的眼睛：嫂子，我和成哥沒什麼，我們是發小。他屁股眼裡有幾顆痣，我都知道，你不要誤會。我知道，這是他在挑釁我，成為這些年對他的女閨蜜無微不至。之前在我們戀愛紀念日那天，因為宋嫣沒吃晚飯，當晚趕去他家做了一頓大餐。在我們準備愛的時候，宋嫣一個電話也能把他喊走。只要我因為宋嫣跟他吵架，他總會說我和宋嫣是發小，要在一起早在一起了，還輪得到你嗎？這些年的苦楚和心酸在一瞬間爆發。我摔掉手中的保溫盒，熱湯隨着清脆的響聲灑在我發黃的鞋子上，散發出濃烈的雞湯味。我眼底泛着淚花，大聲控訴道：程維，這些年你對得起我嗎？你有給我買過一件上萬的禮物嗎？他似乎沒想到我會直接在這裡怒吼他，一瞬間他有些手足無措，可下一秒他就指着我說：王裊裊，你非要讓我在這麼多人面前丟面子嗎？我看着他惱羞成怒的樣子，忍着淚轉身跑出了婚紗店。離開婚紗店之後，我捂着發燙的臉頰，豆粒大的淚水一顆顆滑出，心裡默念10秒，希望他追出來找我。可惜身後空無一人，失望和無措湧上心頭。他曾說，如果我們吵架了，只要我默念10秒，他就會來找我。可惜這一次卻沒有。原來誓言在相愛的那一刻才會作數。我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走着，路過一家蛋糕店時停留了腳步。這是他經常下班回來都會給我帶的，可惜4寸的藍莓蛋糕每次都只帶回來1塊，而另一塊他說他在路上的時候忍不住吃了。我知道他是帶給了宋嫣，他吃不下的那1塊才帶給了我。宋嫣最喜歡吃藍莓味的，以至於他常年戒不掉的香煙也在一瞬間換成了藍莓味的水果電子煙。這些年，
他對宋嫣的偏愛遠超於我，而我還一直在蒙着眼睛騙自己。我曾經告訴自己要相信程維，因為我們相戀7年了，他愛的一定還是我。可惜現在看來，7年不過是一個數字。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數字也在不斷消散。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打開指紋鎖，隨着鎖芯叮咚的一聲打開，程維繫着圍裙在我面前，手裡還拿着剛擀好的麵條，臉上殘留着一塊塊寡白的麵粉。程維盯着我，嘴角勾起笑容，放下手裡的麵條，拉着我的胳膊走到沙發。裊裊，我今天做了你最喜歡吃的陽春麵，你今天不用動廚，安心交給我就好了。他似乎把上午發生的一切選擇性遺忘，現在用一碗麵條來哄我。這些年他總是這樣，和宋嫣發生的衝突永遠得不到一個結果，好像我們之間已經默認了，只要因為宋嫣吵架，各自冷靜緩緩，就會重歸於好。而今天他也只給我做一碗素白菜陽春麵，我好像在他眼裡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就可以拿到一個剩下的藍莓蛋糕，一個發黃的鞋子，一身200塊錢廉價的婚紗。我攥着手裡的衣袖漸漸發緊，或許我們早該分開了。而他已經端着麵放在我眼前，他握緊我的手，蹭了蹭自己的鼻尖，眼神真摯地看着我。裊裊，今天的事是我不好，我不應該當着那麼多人的面吼你，你不要不開心好不好？我們的婚禮馬上要開始了，這幾天我們都籌備一下好嗎？看着眼前相戀7年的男友，我內心有一絲的鬆動。婚禮將至，親朋好友早就通知到位，攝影妝娘也都安排好了。我如果在這個時候取消這一切，會是正確的選擇嗎？正在思考着，男友的電話響起，電話那頭還是那個熟悉的女人聲音。每天晚上，她都會在這個時候給程維煲電話粥，理由是她老公不在身邊，害怕。我曾質問程維，為什麼有那麼多好兄弟，偏偏給他打？他也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因為我們關係最好啊。”難道關係好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拉手挽肩，做着曖昧的事嗎？只是打着發小的名頭，做着情人的事吧？程維看了看電話那頭的人，又看向了我，最後點擊了掛斷鍵，隨後收起手機，把麵放進我的手中，抬起眼眸，溫柔地看着我說：“裊裊，今晚不會有任何人打擾我們，麵都涼了，你快吃。”我有些詫異，他今天竟如此反常。或許他是真的知道愧疚於我，想要和宋嫣保持距離。於是在他去衛浴洗澡時，我拿起了他的手機，試了幾次密碼。我的生日、戀愛紀念日、他的生日，全部錯誤，心裡湧起了一絲不好的情緒。我把心裡所想的那串數字輸了上去，果然解鎖了。密碼是宋嫣的生日，一瞬間我手控制不住的顫抖。消息框裡是晚上7點程維給宋嫣發的信息：“嫣嫣，母老虎今天發癲，不能陪你了，明天我親自去找你賠禮道歉。他只配200塊錢的婚紗，卻總是嫉妒你。”而在網上滑，聊天記錄早已被刪除，是空白的。我極力捂着嘴巴，不讓自己的情緒發作。他在另一個女人面前說的母老虎發癲，是陪伴了他7年的女人。200塊的婚紗，在他眼裡不是沒錢，而是我不配。一瞬間想起前天在網上看到過的一句話，慘過座機。我關掉手機，刪除後台，放置原位。這一夜我失眠了。第二天，程維果然騙我說要加班，其實是陪他的宋嫣。如果是我平常，我肯定會衝上去問他為什麼要騙我。可惜這一次我不想了，我怨我自己
為什麼這麼多年如此軟弱，一次又一次地原諒一個早已把我傷得千瘡百孔的男人？攢夠了失望，是時候該離開了。隔天天沒亮，我就把東西收拾好。程維還在夢鄉裡，剩餘的房租跟房東說好，不再續約，帶着一個發灰的行李箱離開了這裡。離開時，我才發現根本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帶走。我第一次和程維相遇是在飛機上，當時我月經期，肚子冷得發涼，頭上冒着豆粒大的冷汗。是他第一時間發現我的不正常，給我遞了熱毛巾，泡了紅糖水。後來我們就加了微信，一夜一夜地聊了起來。情竇初開的我還覺得我們的故事像小說裡一樣，相遇相愛。現在看來，他給我做的事是最低成本的。或許他已經對無數個女生做過，只有我上鈎了。陪他的這7年，給我買過的禮物一只手數得過來，給我的承諾卻數不清了。永遠說以後一定給我最好的，可是每次他給的那些承諾不但沒有實現，反而全部都在宋嫣身上。他對另一個女人隨叫隨到，對我卻連生日都不記得。我還傻傻的省吃儉用，攢了3個月的錢給他買一雙 LV 的皮鞋，每天中午趕着下班時間，從家裡拿燉好的雞湯給他送過去，而他也理所應當地享受着我所付出的一切，甚至還毫無愧疚。我拖着行李去了商場裡最大的專櫃，把從臉上的化妝品到腳上的帆布鞋全部換了新，再去附近最好的髮型店燙了頭髮。理髮師傅看到做好髮型的我，都忍不住誇了一句：“你真是美呀！”這還是這麼多年第一次有人誇我。和程維在一起的時候，他總是說，即使我土氣，也會一直喜歡我。他會在吵架的時脫口而出說我的名字王裊裊也沒有宋嫣的好聽，甚至和身邊朋友打趣說和他空少談戀愛是我的福氣。現在看起來，當初我的腦子真是被撲傻了，才會忍那麼久。我刷掉了我們這幾年來存的戀愛金，解綁了戀愛關係，把所有的婚禮進行中的項目全部退掉，再把昨天徹夜寫的婚禮取消通知粘貼發給了我們所有的共同好友，最後再返回和程維的對話框：“我們分手吧。”發送成功後，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聯繫方式。後面幾天，我都在閨蜜家住。在閨蜜家經過了幾天的心理療癒，我決定去追隨自己的興趣愛好。大學時期一直想做的就是自媒體，可是跟程維談戀愛的這幾年，他嫌這個工作不體面，配不上他空少這個職位，硬生生的讓我做了早8晚6的文員，還每天要任勞任怨的給他做飯。我把我最好的青春都奉獻給了我最不喜歡的工作和最不值得付出的男人身上。現在是時候我自己掌握方向盤。我做的是情感自媒體，通過網友的投稿，以語音的形式呈現出來。剛起步，流量並沒有很好，好在一直堅持，有一群熱心的網友支持着我，讓我丟掉的信心重新找回來。再次見到程維已經是幾天後，我挽着閨蜜的手，準備去參加同學聚會。閨蜜故作神秘打趣着我說：“裊裊，今天來接我們的人你肯定猜不到。”我輕掐了一下閨蜜的小臉：“快點告訴我是誰。”“是范毅呀，你還記得嗎？”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我差點沒想起來。范毅是我大學同學。當時我是團支書，他是班長，班裡同學都起哄他喜歡我。可是後來他出國了，也再沒有了消息。我正想着這個人怎麼突然回國參加同學聚會了，一個熟悉的面孔闖入我眼前。程維抵着牆攔去了我們下樓梯的路，他聲音沙啞地說：“
王裊裊，我終於找到你了。誰讓你擅自做主取消了婚約？你問過我同意嗎？這次見到他，比以往蕭條了許多，臉上掛滿了鬍渣，像是一瞬間老了10歲。我神色自若，微微笑道：程維，什麼時候我自己的婚約還需要你同意了？既然你今天在這，我就再鄭重地告訴你一遍，我們分手了，請讓開。說完，我就向前，準備掰開她攔住的手。閨蜜也是使力，可是女人的力量終究是抵不住她，她始終不肯放我們走。裊裊，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嗎？就因為一件200塊錢的婚紗，你就要放棄我們7年的感情嗎？果然，她還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會越走越散。一件廉價婚紗只是壓死這段感情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在上面堆積的是數不清的裂痕，早已千瘡百孔。正當我準備拿起手機報警的時候，前面的男人用力把程維狠狠拽下樓。當我看清男人的面龐時，他已經走到我面前來。王同學，你沒事吧？是范毅。他穿着簡單的 T 恤，清涼的草藥味撲鼻而來，乾淨整潔，像一個男大學生。他剛剛的臂力，一看就是練了不少。我舒了一口氣，抬眸對上他的目光，輕聲道了一句謝謝。閨蜜指着程維大聲控訴：程維，你見不見我們家裊裊跟着你受了多少委屈？你現在還敢過來？我的眼眶一瞬間濕潤了，原來也是有人會站在我一旁為我說話。程維似乎還沒反應過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指着我：王裊裊，這是你的新男友？原來你早就已經有了外遇，怪不得會因為婚紗跟我吵架，就是想找一個借口分手。范毅站在我的面前，擋住了程維看我的視線。這位先生，如果隨意造謠，我需要請我的律師來跟你溝通。這句話徹底激怒了程維，他咬着牙掄起拳頭，準備衝上前來，身後卻傳來熟悉的女聲：阿偉，你怎麼在這？是宋嫣。程維看到他收起了拳頭，宋嫣上前抓住了他的手：阿偉，你早上不是說你今天有航班，怎麼現在在這？隨後又一臉惡怒地衝着我吼：王裊裊，是不是你勾引程維過來的？你已經跟他說分手了，你還纏着他幹什麼呢？虧我以前還把你當嫂子，我心底的情緒再也忍不住的。宋嫣，你可以回家問你的好哥哥，到底是誰來先找我的？順便告訴你一句，即使我和程維分手了，也輪不到你在這對我指手畫腳。宋嫣還想說些什麼，被程維擋住了。嫣，是我來找裊裊的，我們走吧。你，宋嫣气得跺了跺腳，憋着不敢再說一句話。范毅護着我們在程維的視線下坐進了他的奧迪車裡面。程維還想拉着我說什麼，被範毅攔住了。最後在車門關閉的那一瞬間，他說：裊裊，我不會放棄你的。聽到這句話的時候，發動機漸漸啟動，我的思緒隨着窗外的景色變動。程維今天來找我，不是後悔了，而是覺得自己輸了。他可能沒想到第一個放手的人是我，可他不知道情場如賭場，我是莊家。我想玩這盤棋，我會讓他贏；不想玩這盤棋，我會讓他輸。他心裡有宋嫣這個顧慮，是怎麼也贏不了這局棋。我漸漸放下這段感情，告訴自己不過是換了一個人。可能是老天爺也看我太苦了，讓我在踏入婚姻的最後一步醒悟了。後面幾天，宋嫣給我發過信息，說要見我。我不知道她是從哪找來我的手機號。以前程維把宋嫣保護得滴水不漏，宋嫣和我們的婚禮辦在同一天，就連賀禮也不讓我去送，理由是宋嫣還小，怕我做出什麼過激的事情傷害到她。現在想想，或許是他們早有貓膩，
只是怕我捅出那層窗戶紙。至於宋嫣的婚禮和我和程維的撞上了，或許也不是巧合，而是他在試探我的底線，對我的服從性測試，用主權告訴我2個男人都是他的。現在他可以如願以償撿我玩過不要的垃圾了。宋嫣約我在咖啡店見面，我本來是不想去的，可是我和他之間也應該要一個了結。見到宋嫣時，她端着咖啡，打扮得精緻，她長得自然是好看，五官端正，但是這種好看裡透着一股令人生厭的自得。宋嫣笑着走過來，握了握我的手，我故意無視她，徑直走到沙發上坐下，面無表情地說了一句：“什麼事？快說。”宋嫣咬牙切齒，卻還是強撐笑意：“嫂子，你就不能體諒一下哥哥嗎？哥哥那麼累，你們就因為我就要分手，我也太過意不去了。”他面上着急，語氣怎麼聽都是幸災樂禍。我定了定神，不緊不慢地說道：“宋嫣，這裡只有我們2個人，你不用裝了。我知道你喜歡程維，我剛好不要他了，你撿回去不偷着樂嗎？”他瞬間擰緊眉心，語氣含恨：“王裊裊，你把維哥的錢全部花光了，現在他給我買一條圍巾的錢都沒有了。我今天來是找你要錢，不然我就把你曝光在網上。”果然，真面目露出來了，原來是找我要錢來的。我險些被宋嫣的話笑出了聲，翻出我的戀愛金的存款記錄，一條條擺在宋嫣面前。我垂下眸子，輕聲開口：“這些年，我和程維存的錢都是我一筆一筆存進去的，還好意思跟我談錢？那我也告訴你，程維在你身上花的每一筆錢都是從我賬上出去。如果我想找你要，你怎麼也跑不了。”宋嫣半低着頭，咬了咬牙，眼底含着恨意，一瞬間不知道怎麼反駁我，最後留了一句：“讓我等着。”就愤恨地走了。我看着宋嫣離開的背影，定了定神。這麼多年，不是我鬥不過宋嫣，而是一直看在我和程維的感情上，不想跟他鬥。如果真算起賬來，他們欠我的怎麼也是還不清的。這幾天，我的腦子終於清靜了幾分，讓我的自媒體工作更加的得心應手。范毅也時常來找我，跟我一起探討素材，如何讓流量運用得更廣泛。某天，程維氣勢洶洶地來工作室找我，拿着手機在我面前指着我說：“王裊裊，誰讓你欺負宋嫣？你現在把她的工作弄丟了，婚禮都取消了，現在你高興了吧？”我微微側頭看了一眼程維的手機，上面是跟我自媒體一樣的頭像，連內容都是搬運我的，但是跟我不在一個平台。而最新一條發布的是某事業單位宋嫣之3當3，插足別人感情，大家快來譴責這種人。這條圖文的流量幾乎為0，如果我沒猜錯的話，這又是宋嫣自導自演，為了博取程維同情設的局。我微微挑眉，指着手機屏幕，淡淡地說：“首先，我對你沒有任何興趣了，不會為了你在我的生活添加色彩。其次，這個人是偽造我的博客，連 IP 都不一致，你還來找我。”程維似乎被我這句話問到了，自己也無從辯駁，收了收手，聲音逐漸放軟：“裊裊，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氣，我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沒有機會了。我打斷了他的話，再重複一遍：“程維，我們沒有機會了。”程維聽到這話的那一秒，眼底被落寞席捲，灰溜溜地離開了。如果說之前的我想着息事寧人，不跟他們計較，可是這一次我太失望了。原以為即使我和程維分手，也是互相保留體面，事到如今，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污衊我，我也要做出反擊。後面幾天，我保留盜取我賬號平台視頻的證據，請了律師來做了名譽產權鑑定，
然後繼續觀察那個賬號發布的信息。我換了一個男生微博小號，每天和那個賬號互動，時不時去留下幾句關心語。我知道那個賬號批皮的後面是宋嫣，而他最喜歡被男人捧着。我每天跟他聊天打卡，他時不時還給我發清涼照，不禁感到一陣惡寒。或許當初他就是這麼背着我跟程維聊騷，只不過一直沒被抓住，所以他們也不承認。我在宋嫣面前的人設是海歸金融男，現在程維離開他，他的提款機也沒錢了。明明自己有婚約在身上，卻也這麼不安分，總想着釣新的目標。我引誘着他給我發更多的清涼照，並且告訴他我有妻子，而他好像更來勁了，繼續茶言茶語。哥哥，你陪我聊天，姐姐便會生氣嗎？我安撫着他，繼續把證據收好。時機成熟的時候，我把他約到訂好的酒店，然後再把程維約到酒店的大堂，告訴他我在等他。程維見到我的時候，上來就想抓我的手，依舊是那麼死皮賴臉。裊裊，你早這樣，我們不就和好了？我面無表情地看着他，給他遞了一張房卡。我們不可能了。這個房間裡面的人是宋嫣，她正在等着她的如意郎君，你可以進去看看。說完這話的時候，程維眼裡有一絲的不可置信慌亂，隨後強裝鎮定。宋嫣，她馬上要結婚了，她現在跟我也沒什麼關係了。裊裊，你相信我好不好？隨後我把律師函遞給他，我的律師已經把他盜我視頻的證據找出來了，這是我給他發的律師函，麻煩你等下送給他吧。我看了看時間，再扭頭望向程維，接着說，我把她在網上聊騷的證據已經打包給了她老公，她老公馬上過來了。如果你想洗清嫌疑，就把這張房卡親自遞到她老公手裡。你不是她最好的朋友嗎？這件事就不需要我出面了。說完這句話後，程維眼底有明顯的鬆動，帶着一絲慌亂，顫顫巍巍地接過房卡。他還想再說些什麼，我已經轉身而去。1周前我就把宋嫣聊騷的證據打包給了他的未婚夫，不過我是以程維的名義，他的未婚夫是一個浪蕩富二代，做事很辣。宋嫣在他面前抬不起頭來，如果程維包庇宋嫣，他現在的工作也會受影響。況且宋嫣老公遲早也會發現程維和他有一腿。我要讓程維親手把他的情人送入谷底。人不貪就不會出事，人越貪越是爬不起來。之後的幾天，宋嫣那邊果然沒了什麼聲音，賬號也被停更封號了，聽說是婚約被取消了。富二代男友也把聊騷記錄公之於眾，宋嫣也丟了工作。上次是在程維面前裝作丟了工作和婚約，這次確實真的實現了。我不禁審視這段感情有多麼失敗，硬生生的讓一對負心漢爬在我頭上7年。7年裡，我為程維所做的一切都變成了理所應當，就連他想跟我復合的時候，也只是讓我不要生氣，而不是反思自己的錯誤。200塊錢廉價的婚紗是壓醒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或許我早該在當初發現苗頭的時候轉身離開。我對不起了我自己很多年。一陣電話鈴聲把我從思慮中拉回來，聯繫人是媽媽。裊裊，你怎麼和程維分手了？程維說是你出軌了，你不能這樣的呀！你讓媽媽在親朋好友的面子裡怎麼擱？我皺了皺眉，回應道：媽媽，我和程維的事不用管，你告訴我，是不是他在你面前說我了？對呀，他當着所有人的面給我們看了你和另一個男的在一起照片，照片上還顯示你進了那個男的奧迪車裡，是犯意。程維最近在跟蹤我偷拍，還去爸媽那裡造黃謠。我千算萬算，沒有想過他這麼無恥。
我以為上次送煙的事還沒給他教訓，他是料到了我沒有辦法，因為照片沒有傳播，他只是在親朋好友面前口頭宣揚了一波。當時我粘貼給親朋好友的婚禮取消通知，也只是標明了兩個人情感不合，沒有涉及到他和宋煙做的煙渣事。他現在是得不到，就想毀掉我。我沒有繼續回復，掛斷了電話。父母都是農村人，要面子，即使我現在跟他們解釋，他們也不會相信我的話。我這幾天諮詢了律師，律師說這種事也無法定罪，畢竟沒有實際證據。程維用陌生手機號給我發了一條短信：鳥鳥，爸媽也希望我們婚禮能如約舉行。事到如今，他還能裝作沒事人一樣，感情早已碎成玻璃渣。如今他還要來踩一腳。就在我不知道怎麼應付的時候，范毅找上了我：鳥鳥，如果你需要的話，可以隨時找我。我心裡一暖，現在我也是有人撐腰了。我含惡一笑：謝謝你，但是這是我和他之間的事，早該有一個了結，沒有給你添麻煩最好。我和程維的事情早就應該有一個了結，是我一直優柔寡斷，念舊這7年。在後面的一個星期裡，我把我和程維的在一起的種種全部寫成文章，從相遇到相知，再到初戀，還有彼此的分崩離析，再把程維和宋煙的種種，我這些年的苦楚和不甘，全部一筆筆納入。結尾落筆時，我鼻子一酸，想哭，不是為了程維，而是為這些年對這段感情付出過的自己。我把所有的寫成一個故事，發布在我自己的自媒體賬號中，標題就是戀愛7年，男友給我租200塊錢婚紗。一瞬間，在網上掀起一陣熱潮，有的網友為我的7年情感感到惋惜落淚，有的網友紛紛評論：男主不是人，讓我爆馬甲。我用小號故意在評論區帶節奏，一步一步讓網友扒出來是程維。程維因為這件事，社交賬號爆雷，飛行局也因為受不了大眾的影響，取消了他飛行的資格。他也試圖想出來找我，可惜記者早已把他的家堵滿。我的自媒體賬號也因為這件事，粉絲大幅度增長，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再次見到他後，已經是1個月後。你好，你的外賣到了。我聽着熟悉的聲音，耳邊一顫，再抬頭發現是他。他看到我的時候，一絲慌亂後迅速把頭埋低。我接過外賣，想裝作若無其事走的時候，他叫住了我：鳥鳥，這麼些年，對不起，你寫的文章也點醒了我，以後希望你過得更好。我沒有應他的話，帶着微笑向前走。我當然會過得更好，因為虧妻者才會百財不入。沒有了外界的雜音，我的世界終於清靜了許多。范毅這幾天常常約我去看展，然後接我吃飯。我知道他對我有意思，我們心底都藏着對彼此的心照不宣。在一次晚會上，范毅向我表白了心意，他低着頭，臉微微紅。鳥鳥，大學的時候我就喜歡你，但是當時我太膽小懦弱了，不敢直面你。後來出國留學回來，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肯接納我。現在我終於能鼓起勇氣跟你表白了，是我回來的太晚了，讓你這些年受了這麼多委屈。如果可以的話，我想邀請你做我女朋友。這是我買的房子的鑰匙，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當做我們彼此的定情禮物。我心裡漸漸泛出一絲甜味，好像什麼東西在心底發了芽。我沒有回答他的話，指了指天生的月亮，今夜月色真美。番外，我和范毅戀愛1年後，準備結婚了。他向我在最浪漫的海邊求婚，手裡捧着的不再是易拉罐的拉環，而是莫比烏斯環的戒指。
彩禮是50萬再加1台車。這一刻，我心裡終於得到一絲安慰。或許是當年的心有不甘，我在結婚前一天邀請了程維來我的婚禮。見到我時，他穿着黑色的西裝，拿着一張銀行卡塞到我手中。裊裊，這些是我對你的補償，你別嫌少，都是我這些年跑外賣賺來的，也當作我隨的份子錢。我笑了笑，沒有接過他手中的銀行卡。錢買不了那些年的補償，我希望這是我們最後一面。這瞬間，我心裡得到了釋懷，或許是對那7年的感情。婚禮現場上，主持人說着誓詞：“請問這位女士，你願意和你眼前的男人同甘共苦，度過餘生嗎？”他說那話的那一秒，一道光打在我的臉上。我願意。從此，我幸福的人生才剛剛開始。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麼想說的、想吐槽的，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